你们之前都与福晋见过的。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，听说是安南来的贡品，所以便转赠给2位妹妹，以表倾慕之情。多谢福晋恩赏。这往后啊，都是一起伺候王爷的姐妹，不必拘束。2位妹妹的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今儿是你们进府的喜日子，都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妾身告退。王爷，难得看你这么规矩的坐着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呢。我也不习惯。要不，我帮你揭开盖头，让你松快些。好。好看，比我想的更好看。你穿红色也好看。青莹啊，你终于嫁给我了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。跟你说个悄悄话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是我自己选的人，做侧福晋已经是委屈你了。第一夜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。她是我的发妻，我会爱敬她，尊重她的。格格，王爷今夜去了侧福晋那里。王爷昨夜虽歇在福晋房里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那如此说来，福晋心里也不舒服。格格，如果您能得到福晋的帮手，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。去把我的皮肤拿来。是。我还不信了，我能一辈子就是格格。说不定明天晚上王爷就来我屋里了。格格多才多艺，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。王爷去了侧福晋那儿，怎么会呢？你没看错吧？福晋，奴婢没有看错，王爷的确歇在侧福晋房中。烛火都熄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福晋，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，却推说身上太累，未行周公之礼。今夜又去了侧福晋那儿，今儿是侧福晋入府。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归老夫人说的对，您呐得拿出手段来，对侧福晋他们得好生提防才是。王爷越是喜欢他，我就越得拿出嫡父亲的气度。我得做得更好，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。王爷无可挑剔，就会觉得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嫡父亲的。
册封西岳妹妹为侧福晋的旨意下来了，恭喜岳福晋。当初你跟青樱一起进府的时候，我赐给你们每人一只赤金莲花翡翠珠镯，就是希望你们无论身份高低，也能亲如姐妹，不分彼此。如今你也成了侧福晋了，我看着真是高兴。多谢福晋，福晋赏的镯子，妾身和亲福晋每日都戴着。妾身能有今日，多亏福晋调教。你阿玛一直为皇上尽忠，如今皇上身子不好，王爷帮着理政，你阿玛出力不少，皇上要嘉奖你也是应当的。绿云，你刚生下永璋，还是要仔细着身子。谢福晋关心。这说起来啊，青樱、西岳和我是差不多一起进府的。玉颜从御史来也不少日子了，连齐莹、海兰和婉音伺候王爷也许久。你们什么时候都能有子嗣，为王爷开枝散叶的才好。是，妾身们没有福晋那样儿女双全的好福气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都会有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去吧。妾身告退。坐。皇上，朕叫你坐你就坐。哼，唉，好喝。上次啊，咱们两个这么静静的说话，还是在府里呢。如今啊，却时过境迁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怎会知道大清皇帝骤然崩逝？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。这皇阿玛的丧仪啊，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，只是眼下有个难题，朕不知该如何。何事啊？朝臣中有人提议，将你姑母放出景仁宫，尊封母后皇太后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？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，安享晚年，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。但是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，尊封母后皇太后又是国事，臣妾也不便说什么吧。朕也是想着，皇阿玛生前说过，与景仁宫死生不复相见，所以朕的心里啊，很是难为。可朕又想，要是放你姑母出来，恢复了尊荣，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，也可过得畅一些。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，臣妾万分感激。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。如若艰难，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。朕知道了。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？是，奴亲大人一得消息就递话进来，让告诉您知道。大行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景仁宫，这麻烦就来了。说是张廷玉大人先向皇上提议的，又有几位大臣陆续附议。张廷玉这老家伙，从来就把祖宗规矩、嫡庶尊卑看得比命还大。他要尊母后皇太后，那是防着哀家呢。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，未必是存心跟您作对。哀家还能不知道那帮老家伙？后宫势弱，前朝那帮老臣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。可朝廷里也不是只有张廷玉一个人会说话。傅家，你去回话给讷亲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太后，这事儿不是皇上说了算吗？
您直接跟皇上说您不愿意不就成了？当年选福晋，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。如今这件事，咱们先别说话。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，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惦记着景仁宫那位。